刚才我去药房检查，发现缺少了几味药材，我去就会。好，小心点儿。愿翼王万寿无疆，愿翼王万寿无疆，愿翼王万寿无疆。没错，我们就是专门给翼王老儿配药的圣医族。当然，听说现在的翼王不是老儿，而是小儿。不过不管是个什么东西吧，总归他平日里吃的，小到一碗药膳，大到延年益寿的长生不老药，皆是我们圣医族研制的。当然，这个长生不老药嘛，尚在不断完善之中，这个还是要尽早，不然，不会是个亡命的土匪吧？医者仁心，有救无泪。不过，这个土匪长得倒是细皮嫩肉的，湿了都是皮外伤，看来都是别人的血。啊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就你一个人活下来了，命可真够大的。情况呢，有些棘手，不过算你命大，遇见了我医中圣手，不然这小命可难保喽。我现在呢，去给你弄药，好生躺着吧。你这伤口可不是摔伤擦伤，分明是利器划伤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当时明明记得，他的长刀已经向我砍过来了。天界的人，我当时只觉得心口一热，当我反应过来，发现只是皮外伤，那个人胆子小，看一击不中就逃走了，所以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并不知道。好险啊！万幸上天眷顾，你人没事就好。你可记得是谁动的手？那个人戴了一个面具，我完全没有看清他长什么样子。奇怪，我们圣医族一向与世隔绝，与人为善，什么人要来杀你啊？我想，他并不是来杀我的，而是因为我爱了他的刀子。对了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姑姑还有长老们，只是皮外伤，免得他们担心，知道吗？找到你了。你大半夜的杵在这儿干什么？这话我也正要问你。这千年雪参是给翼王做不死乾坤丹的药引，你大半夜拿它出来做什么？对啊，我打算拿它给翼王炼药呢。别蒙我，丹药还没炼出来呢，要这药引子有何用？你是不是要拿去给不相干的人治病？别瞎说，哪有什么不相干的人？
刚才给你包扎伤口的时候，你就吞吞吐吐的，一定有古怪。是不是你进山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人？依着人心，广施人道不分贵贱，平日里姑姑教你的，难道你全都忘了？果然，是谁啊？这件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哎，这要是让姑姑和长老们知道了，你就完了。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去送死。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只要你不说出来，我是不会死的。枪火，可是，锦觅，你可是我族圣女啊！给我，你给我！哎呀，我且问你，我们圣医族立足100年，侍奉过6代翼王，可是有哪位圣女真的炼成了长生不老丹呢？有哪代翼王真的长生不老了？如果真的可以长生不老，为何还会有第6代翼王呢？权贵们求取长生，不过是做一场虚无缥缈的春秋大梦罢了。而我们炼药，明知道不可能，只是自欺欺人。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药去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呢？反正我不能看着你去送死，大伙儿也不能跟着你陪葬。枪火，你听我说，我是圣女，你放心，天大的事有我，大不了我最后把这条命偿给他，反正我的命最后也都是翼王的。你不惜命，我却不能眼睁睁看你送死，旁的事我都可以依你，只有此事万万不可。枪火，对不起了。你又……对不起，枪火。女人一方，莫非本王疯了，离魂了？这个人睡相可真差，睡着睡着把衣服给睡脱了。不愧是千年雪参啊！这人为何似曾相识啊？他是哑巴。我怎么失声了？不是我，我竟然失聪了！还是个聋子。我为何要把这该死的剑给捡回来？真是作孽！我，咦，我难道是他救的我帮你包扎的。啊，总算是反应过来了，我可是你的恩人，好心救你，你居然恩将仇报，刚才在那里差点把我腰给弄折了。你的衣服脏了，全是血，很臭，穿不了啦，穿不了啦。
究竟是怎么了？那黑衣人什么来路？莫非是南平侯派来的？想说什么？用这个写下来。无计奈何。没想到这个土匪腹中还有几滴文墨，字儿写的倒是不错。病万变，药医万变，可否详告日常饮食？瓜蒌焖称，草乌炖黄芪，藜芦甘草汤，人参玉竹炖鸡，川贝炖鹧鸪。一个土匪的伙食，竟然如此之好。你这个昏倒的原因是与人打斗，体力耗尽所致，但你这个聋哑之症嘛，却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哦，18反，19胃，中毒。半楼、贝莲鸡、公乌、猪山、新苕、判藜芦，你每日2餐皆有几样菜式是固定相克的，日日食之，体内淤毒错杂，若不及时救治，不出1年就会毙命。可能医治？非常之急，必待非常之人。易如反掌。瞧你刚才那么穷凶极恶的样子，差点把我给掐死。那就拿你来试几味虎狼药吧，原来都是我自己施药，如今郡主，平日你并不喜欢这舞刀弄枪的，今日为何训练起这飞黄军来？表哥喜欢啊。大征之势，天子兵强，马壮者为之。我若连这半点军务都不懂的话，日后如何成为表哥的贤内助？王上若是知道郡主这番心意，定当龙心大悦。对了，咱们在此秘密练兵之事，莫要传出去。等表哥回来了，给他一个惊喜。是。叫他们好好练，练好了，本郡主有重赏。是。不好了，郡主，怎么了？王上出事了。什么？此番火神下凡历劫，消息可否属实？小的亲眼所见，火神确实成了血肉之躯，才对战100余人就已半死不活。他既是个凡人，又半死不活，为何不一刀宰了他？魔尊容禀，小的确实想一刀宰了他，正要动手，突然闯入一位蒙面女子，小的以为她只是一介凡人，一刀砍向她，竟然被一股神力反弹回来，她似有仙气护体，小的怕有天兵埋伏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好先行撤回禀报。废物，连个半死不活的凡人都招架不住，还有什么脸面做魔？滚回去做人吧！给我下去！谢大王。灭灵族卷土重来，火神那边又打草惊蛇，难道是老天要亡我吗？恭喜魔尊，此乃大兴之兆。魔界100万众，就属你这条蛇头最没脊梁骨了，翻来覆去的，此话怎讲啊？如果用寻常刀剑杀了火神，只会助他结束历劫，早日回到天境，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那以你之见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人间逍遥吗？魔尊难道忘了灭灵剑？火神历劫这当口，恰逢灭灵族重现世间，这不是天赐良机？你的意思是夺取灭灵剑，杀了火神？魔尊圣明，正好借这个良机，为2位世子
讨个公道。以往天界仗着有个火神，对我魔界指手画脚，妄图把他们那套假模假式的规矩强加于我们，扰乱我魔界的清净自在。就算不为我那2个苦命的儿子着想，本王也是忍无可忍，势必一争。你素来可靠，此事就交由你去办。记住，千万不能让变成王那个老匹夫知晓。小王明白。续凤鸟神，无儿之仇，不可不报。孩儿们，为父定要杀了火神，灭了穷奇，回他们的元神来替你们报仇。参见天后。天后，请看。这便是你用骨血所做的灭灵剑。是。如何使用？按于剑上，进攻射出，神挡杀神，魔挡杀魔，管教对方魂飞魄散，暂无回天之力。很好。元姬仙子那边我已经关照过了，你尽管放手去做吧。是。如果锦觅那个小妖精又回到天界，唯你是问。屈安明白。我一定是中了邪。经贸族中之大不韪，拿这么贵重的草药给他治病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医者父母心？啊，算了算了，看在你是我这辈子第一个亲手照顾的病人份上，全当是见面礼了。喏，用我的山葡萄去苦。甜吗？是不是很甜？看样子很甜啊。哦，好酸，酸死了，一点都不甜。骗子，竟敢戏弄我！在下是酸。啊，原来是个醋坛子啊！当你的老婆一定很倒霉。何时何月？不出半月，药到病除。不知医者芳龄几许？山中岁月容易过，世上繁华已千年。或许你该问我高寿。唉，自打我记事起啊，便学着这些玄之又玄、模棱两可的话，不然怎么镇得住族里上至七老八十，下至牙牙学语的姑奶奶们呀？看你的模样嘛，跟我一边大，可是论起道行，哼，你叫我声祖师奶奶也不为过。瞧他年纪不大，言谈举止却深不可测，是得道高人，还是故弄玄虚呢？为何招惹官兵？
梁国人。梁国人？那又如何？侵我国土，辱我妇孺，多行不义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还蛮有境界的。这么有志气，为什么不从军，反而当土匪呢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兵匪不分家嘛。了解了解。啊，高山仰止。绝非儿戏。这个土匪气性怎么这么大？刚刚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说翻脸就翻脸，这会儿又黑着脸不理人了，脸这么黑，跟乌鸦似的。这么一看，长得还真的挺像乌鸦的，不然以后就喊你乌鸦。呀呀呀呀。为何救我？可别给我扯什么医者父母心，鬼才信呢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真应该回去感谢你爹娘，给你生了如此俊俏的面容，我也不会心疼那些用在你身上的名贵药材了。物竞天择，医者不过是顺势而为，天选之人必有贺福，莫忘兼济天下。死了上百号人，熏得漫身遍野都是血腥味，就你命硬活下来了，不捡你捡谁啊？不过，反正是捡来的，不如就帮我吃药喽，也算是兼济我们圣医族了。别人手谈式下棋，而我们可是名副其实的手写谈天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要下山了，去采办些粮食。走啦。放心放心，合身的衣服我会想办法帮你找的。不过，你穿女装的样子还挺好看的嘛。山野村姑，拜见郡主。这都多少日了，还没有王上的音讯吗？神策府已经派出鹰骑12位，秘密发赴各州郡寻找皇上。几对暗哨顶什么用？为何不派大部队？眼下两国陈兵边境，虎视眈眈，值此多事之秋，人心不定。众侯爷一致商议，此事不可声张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表哥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看你们谁担得起？末将誓死追随王上。报！秦将军，急报！何事？据报，10日前王上一行人在裸衣山遭遇梁国军队伏击。可是见到王上了。说王上下落不明，随行10余亲卫无一幸免，全部殉职。他们遭遇了多少敌军？山中敌军尸首约200，当时全歼。王上出猎当日，仅带了18名亲卫，鱼龙白服，甲胄不全。我去找爹商议营救之策。郡主。你尚未出阁，竟说此话，成何体统啊！女儿跟表哥指腹为婚18载，婚事可是先王当年金口玉言定下的，整个怀乌谁人不知，谁敢笑话？我心里早就把自己当成义王宫的一份子了，视同他生死与共。他若大难不死，自是皆大欢喜；他若身遭不测，我便是他的未亡人，绝无二话。爹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说此话是要剜爹的心呐。女儿不孝，让爹伤心了，剖心吸肝，只是为了让爹明白，为了表哥，穗禾没有什么赌不起的。爹明白，爹都明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起身，稍安勿躁。爹也是刚刚接到消息，去和副相他们商议。如今内忧外患，得想个万全之策呀。兵贵神速，我等爹爹到子时，若你们还议不出个头绪，我便带我的飞黄军先行一步去罗叶山寻人了。
你万万不可涉险呐！哎呀，此事还是交给爹爹来处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说服副相他们，派人迎回皇上。多谢爹爹，那我等爹的消息。这是何意？你是聋哑，又无断手又无断脚，怎么连衣服都要我帮你换？难道外面的医者都要负责给病人穿衣？这是谁定的规矩啊？磨蹭什么？还不快给本王更衣？哦，我堂堂圣女，却沦落到服侍你，真是。梁国内军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东西，10倍100倍的兵力都对付不了翼王一个，还需我们善后。你速带兵去罗叶山一带搜索，带回的只能是他的尸体。末将遵命。这些都是凉血、止血、祛瘀排毒的良药，药汁从双手毛孔中渗入，内外兼治，疗效好。总算有人帮我洗这些带刺的草药了。白药外敷，终日以沙覆面，精通医术，处事通透，有时又不通人情世故，莫非是圣医族的人？此非君子之道。他既然救了我，总不会害我。人人都有难言之隐，愿意坦诚相见，自会让我看到。这几日辛苦你了，好生歇息吧。虽然他是个杀人如麻的土匪，但几日相处下来，发现人并不坏，还很守规矩。看来落草为寇也是情非得已呀。生逢乱世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不能再戏弄他了，得好好给人家治病。姑娘，您看看我们这个风铃吧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多好看，买一个回家吧。上个街还要10丈一数，鬼鬼祟祟的，莫非是你家的暗影？
悬赏你手下的暗影和魔众，全力激怒灭灵族余孽，搜寻灭灵剑。不知眼下有多少灭灵族余孽，又有多少支灭灵剑？大王可否提点一二？有一个算一个。第一支灭灵剑不必带回，直接去凡间对付虚风。若是捉到灭灵族余孽，我有其下落，即刻来报。木子，徐峰，遵命。此消息若泄露出去，私闯本王府邸，梁上偷听必缴。这就是你们汴城王府的家教吗？要杀就杀，不必攀扯我父王。你，我会杀。你的父王，我自然也不会留。哼，想必魔尊也在你的算计之中。背着魔尊，暗中搜罗灭灵剑和灭灵族人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杀了他！刘英，屡屡坏我大事，传我令，就说是魔尊之意，变成刘英，格杀无论。遵命。怎么了？我好了。没事没事，摔了一跤。我皮糙肉厚的习惯了。没事的。没想到这些天咱们都产生了默契了。我刚才这么一摔，你就跑过来了。看样昨晚睡得不错吧？我加了一些安神助眠的药。早上看你睡得那么沉，不像平时睡觉那般滋哇乱叫、乱踢乱打，总算是睡了一个踏实觉。你每天刀头铁血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？好了，好了，进去吧，啊，我自己就行啊，进去休息吧，去吧。怎么样？今日感觉怎么样？我失踪多日，此刻外面定然大乱。倘若他知道我能开口，对我的事定会有诸多疑问。眼下局势错综，不明他的底细，也不便把他牵扯进来。他对我置之越少越安全。一如昨日。可曾听到什么响动？我学艺15载，对症下药还是10方在行的。按说这个方子不出3日，他便该痊愈，这都10几天了，怎么毫无起色？难不成是我诊断有误？可惜，枉费你一番苦心。不必担忧。
山中救你，此时一机缘，医者面前有救无泪。只要你肯潜心向善，我定会祝你早日康复。神佛在上，丫丫误入歧途，若能痊愈，信女并力劝他放下屠刀，改邪归正。看我干什么？医者为何终日佩戴面纱？我长得这么美，随便揭开面纱给你看，万一你见色起意，我岂不是自寻死路？庸人自扰。貌丑无颜，不堪入目。医者从何而来？可是常居此处？竟然怀疑我的医术，我才不告诉你，我是圣医族的圣女呢。可惜我已经知道了。不过，你竟会是圣女？圣医族无人了吗？从来出来到去出去，行踪不定。不知医者名讳？名讳，自然要避讳啊！果然是个不通礼仪的土匪。算了，反正你也听不见。我叫锦觅，繁花似锦觅安宁，淡云流水度此生，厉害吧？无名无姓，不过凡尘走一遭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放晴啊？这样我才能去给你采药呢。锦觅，你也想蜜儿了？放心，他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顽皮，行了，自己去玩吧。怎做如此打扮？今日爹爹寿宴，刚从太子府回来，跟殿下告过家的。快回去休息吧。还有，明日不要穿的这样扎眼。殿下是觉得矿路这身落霞锦不好看吗？我不喜欢红色。这是爹爹亲自酿的红曲甘露，让我带给殿下的。心领了，只是我不胜酒力，你自己留着喝吧。这酒虽然不比锦觅仙子的桂花酿，但是具有另一层含义。此酒又名玉壶丹心。冰心玉壶，赤子丹心。太寺仙人这番深意，润玉却之不恭。哇，这里的锦鲤好漂亮，就像天上的龙一样。鱼便是鱼，龙便是龙，怎会相像？一样有鳞有尾啊！而且都说礼乐龙门，兴许龙就是锦鲤变的呢。道听途说，你何时见过真龙？见过，朝夕相见。
我只是没有见过他的真身罢了。可是，我认识的那条龙，是一位真正的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温润如玉。我看你今日醉得不轻，且恕你这般没上没下。你笑什么？殿下终于生气了。回去好好醒醒你的酒吧。我没喝醉，跟了殿下这么久，很少看见殿下开心或者不开心。只有锦觅仙子在的时候，殿下才会偶尔一展欢颜。殿下不开心的时候，却从不让锦觅仙子知道。殿下只会独自向鱼，默默吞咽委屈苦楚。每次看到这样的殿下，我心里就很难受。今日殿下能对着我发火，不再隐忍自苦，是好事。希望殿下能够常常这样释放真性情，不再把自己的痛苦和烦恼都憋在心里，甚至骂骂匡禄，对匡禄发发脾气，匡禄也很开心。窥视上神，你可知罪？知罪。殿下尽管治罪，只要殿下开心。今日我且不追究，但是你听好，我还没有落魄到要你来同情和怜悯的地步。当然，殿下是龙，天地之子，6界最高贵、最强大的存在，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。就算暂时龙哥浅滩，潜龙勿用，其实也没什么，终有一日会守得云开，飞龙在天。姻缘府的红线什么意思？这是矿路向月下仙人求来的，没别的意思，只是图个好彩头，愿殿下能够得偿所愿，往心之所向，早日与锦觅仙子修成正果。叔父，叔父，叔父，看蜈蚣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被吓傻了？害怕了吧？蜈蚣，我打算过几日啊，过几日给你入药的。你吞进去了，你把它给吃了，你是公鸡吗？也好也好，这样比晒干了疗效更强一些。前年与梁国交战，本王被困独谷8日，全靠蜈蚣蝎子果腹，才拿下云岭天险。想吓我？哼！我今日在悬崖上逮到了一些有趣的小物。这家伙虽然外壳硬硬的，不过呢，肉体细腻柔软，看上去口感很好。
到时候入药引一并吞服了吧？嗯？哎，我都忘了，你听不见。就是这个。蜗牛，你居然害怕蜗牛？有毒的不怕，没毒的反而怕。你这个人真是有意思。好吧，好吧，那这个就一起入药引了。你这病久不治愈，今日便试试这药浴吧。好，你这土匪本该粗黑蛮横些。可是你长得怎么跟妖孽似的？书上怎么说来着？对，唇不点而珠，眉不画而淡，肤若凝脂，色若桃李，说的就是你，肯定是你，而且你还识文断字。在你们寨子里，就算不是个总瓢把子，但是狗头军师、压寨夫人的级别，肯定是有的。我可真是聪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的鱼都需要多泡一会儿，这样才能清除。多泡一会儿啊，好好清清鱼毒。哇，刀枪剑戟。斧钺钩叉，边陲桂树，拐子流星，这是跟别人打多少架呀，才能攒齐这18般兵器的伤疤？我把你从死人堆里拖出来，可是费了好大心力依你呢。现在这条命可金贵的很，浪费了我这么多药材。你以后不能再糟蹋自己了。我那天已经许愿了，等你好了以后，定要劝你向善。金盆洗手。好，你可真啰嗦，还要磨到什么时候？这个叫做冬虫夏草，补肾、益肺、固本培元的良药。听不懂。它们长在高山之上，半生为虫，半生为草。冬虫虽死，来年夏至却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。它们从土中破土而出，比起鲜花蝴蝶，这才是真正的脱胎换骨，破茧成蝶。赶紧走吧。
长居深山，以者何敢寂寞？白驹过隙，万物皆浮云，何为寂寞？成天要背诵那么多医书要领，还要试药炼药，还要糊弄族中长老医姑们，哪里有空寂寞？倒是那些闲得无聊的文人骚客才喜欢无病呻吟吧。难道他看出我在装作丫丫，我发现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在。大概是因为你听不见吧，我才可以畅所欲言，不用像平时那样装模作样的。表面上要端着一族之长的模样，言语上还要老气横秋的，思量再三才能开口。丫丫，你真是世上最好的倾听者。奇怪，这段时日怎么总是心悸呢？没错呀。叔父，刚刚被太子仙人强拉着灌了几杯黄汤，走路发飘，老夫还以为飘到你玄机宫去了。唉，大侄子一向守得清寒，今日怎的耐不住寂寞，也来找叔父讨红线了？是来还红线。况陆年幼不知事，乱要红线，是润玉管教无方，还望叔父见谅。哎呀，区区一根红线而已，你留着玩，中意谁就拴一个回来。叔父，你又在取笑人了。试问这偌大天界，还有谁不知道润玉的心意呢？哎呀！我的药！哎，我让你看着，你怎么睡着了？还好，康静灰了，煨了一夜，这夫子内部中空，说明毒已经去了7、8分了。还有2分毒。还需连续蒸7个时辰，方可将余毒尽除。今日方知，医者不易。都说我们行医之人是治病救人的，但实则是抢人，与天地抢，与万物抢。与阎王抢，与光阴抢，天地万物都蕴藏着医道精华，然而却并非手到擒来。譬如附子、蜈蚣这些毒物，谋事在人，尽力而为就好了。我跟你说这么多干嘛？你又听不见。丫丫。你能听到了，丫丫，听见了？
没听见你敲什么敲啊？那么喜欢敲，还不如去当个乐师呢。当土匪可惜了。你还真是为我操碎了心啊！等把这些肤子上的毒全部蒸掉以后，我就能给你配新的药了。马蹄声3响1轻，矫正不快，温邪吗？是南平侯的赤练军。好的，士官兵，走！哎呀，别管这些了，我带你上小道，走！快，搜仔细了！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。干什么？剧情之中，旭凤虽然喜欢锦觅，但在知道锦觅与自己长兄有婚约的情况下，还双休的行为也是令人啧舌。但无论如何，单凭演技，让一些粗制滥造的影视剧自惭形秽的资格就已经有了。而且剧中回忆情节也是过长过多，注水严重，已经黑化且无法容忍未婚妻与旭凤缠绵的润玉。趁着锦觅熟睡，重新将允丹修补好，锦觅又断了念想。而天后当年杀害花神的事东窗事发，加上企图杀害锦觅，于是被关进了炼狱之中。但他仍然不死心，将自己毕生功力传给了自己的侄女，也是心仪旭凤的鸟族首领穗禾。本座已将毕生修为度孕，你现有这琉璃净火加持，定要复兴鸟族，助我儿旭凤登上帝位。穗禾飞信约见水神，用琉璃净火杀了水神和他现任妻子风神。信上的字句和旭凤的完全一样，会使用琉璃净火的人，天界就只有凤凰和天后。天后被关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旭凤。因为需要守孝，锦觅和润玉的婚期延后了3年。守孝结束，锦觅见了旭凤，结了一绺头发，让旭凤放在内丹经原处。婚礼上是润玉预谋的叛变，旭凤与润玉交战，当琉璃净火的光辉闪烁，锦觅想起了被杀害的父亲、风神和母亲，拿起了水神用半生修为给他打造的兵器，刺中了旭凤的内丹经原处。旭凤魂魄消散后，锦觅的允丹终于从口中吐出，恢复了情爱。因为悲伤过度昏了过去，天帝因为悲愤过度自毁元神，润玉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天帝。锦觅苏醒后，领悟了自己对旭凤的爱，不停地去忘川找寻他的影踪，知道旭凤还留有一丝魂魄在世间，便去找太上老君求取丹药。为了得到炼制丹药的药引玄穹之光，历经艰险去找仙帝力的大哥，甚至用自己的眼中色彩作为交换。从此锦觅眼中只能看到黑白2种颜色，并用自己的身体做容器，承载玄穹之光，导致元气大伤。在魔界，锦觅跟踪穗禾，发现了旭凤尚存一丝的魂魄，喂下丹药，可还没有等到旭凤苏醒，穗禾折返回来，锦觅只能逃走，回到天界。锦觅终于认清了润玉温润如玉表面下内心的阴暗。你利用我不懂情爱之事，用我说出喜欢你的话，你为的就是让爹爹相信我喜欢你，因为你害怕，你怕爹爹撤销我们的婚约，你因为你害怕失去爹爹常有力的后盾，你想让爹爹跟你一起对付旭凤，对吗？你任由我出入其武功，你任由旭凤来看我，
你为的仅仅是用我拖住他。你送给我野兽是为了监视我。你早就知道爹爹是为谁所杀，而你不光是一个不齐的高手，你更是一个赌徒。大婚那日，你就下了一个赌注，你赌的就是徐凤会闯进来，你赌的就是我会杀了徐凤，对吗？什么蛇王天君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只有一个赌注，那个赌注就是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，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而已。你真的太可怕了！你是如何做到的？你如此步步为营，分毫不差，你可以让全天下的人皆沦为你的妻子，都被你利用。可是，你还让全天下的人都认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、最善良的人。将自己关起来，每天画各种各样旭凤的画像，并且从画册中得知已成为魔尊的旭凤状况。之后，他还常常输入魔界，躲在暗处偷偷观察旭凤，直到他见到旭凤用他的真身变出春华秋实的景象，只为取悦穗禾，狠心之下捏碎了真身。当众人知道水神和风神死亡的真相，于是在旭凤和穗禾成亲时，将新娘换成了锦觅。穗禾气急败坏，终于说出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，于是被惩罚永世不得踏出魔界，最终被顾城王的2个傻儿子当成了人肉点心。而旭凤和锦觅的大婚已成，按魔界的规矩，礼成之后谁都不可以取消。但作为天后的锦觅身处魔界，却成了润玉发兵攻打魔界的借口。2人大战，情急之下，锦觅以身挡住了2人的施法，最终形消神散。而润玉则划清界限，永世不再与魔界相战。旭凤辞去了魔尊的身份，一直在世间各处找寻锦觅，最终找到投胎为凡人的锦觅，并直接抢亲。我来了。可是我已经收了相府的聘礼了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那真是可惜了，我还准备了6000年的灵力。如此这样，我只好勉为其难了。最后2人甚至生了一个水鸟唐月，阖家团圆。香蜜改编自同名小说，虽说剧中台词都是沿用小说原句，但个人感觉改编胜于小说。小说以第一人称书写，具有很多局限，而且影视化改编以后，吐出允丹以后的锦觅和之前的形象是有出入的，而并非一路傻白甜到底，最起码形象立住了。润玉慢慢黑化也因为有过渡，显得流畅自然而不突兀。主演演技不仅在线，而且坚持原声，不用配音也是加分项。当然改编也是有很多问题的，比如刘英和木子的感情线又多又对剧情无意义。香蜜沉沉烬如霜，一部起初因片名太长不被看好，后因演技在线改编精良，而逆袭18年暑假档的黑马玄幻剧。当年看这部剧的人，有的因为主角演技炸裂，有的因为沉溺于小鱼仙官的颜值，而我不是重点。女主锦觅本是花神之女，但因花神为情所困，不想女儿重蹈覆辙，于是使用允丹让锦觅断情绝爱。待我去后，切莫立他为花神，做个逍遥散仙，便是极好。花神死后，花界方主隐瞒了锦觅的身世，一直将她禁在水镜里，不能出去，以至于几百年来，锦觅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果子精，直到遇到一只烧焦的鸟儿。我看到一朵鸟，是一只，鸟是一只一只的。啊，它的花和叶子好硬啊，那是它的羽毛。阴差阳错地救了这只打破了结界的凤凰以后，锦觅成功逃出水镜，随着凤凰一起上了天界，成了他的书童，每天想着300年灵力，100年灵力的大王宗。甚至因为贪恋灵力而吃了朱雀卵，因为只有提高自己的修为，才能救活自己的朋友肉肉。你这小妖，本身体质阴寒，只宜水养，
竟不自量食了我灵鸟朱雀之卵。人家是葡萄吗？人家生在土里，人家不是生在水里。人家以为朱雀是猪的亲戚，没想到是火的亲戚。因为带了锁灵簪，别人看不出锦觅的性别，甚至有仙女打算追求锦觅，因为锦觅不识情爱，哪怕做了出格的行为都不自知。阿凤，让爷好好等等你吧。你就算是叫也没有用的。阿凤，你就从了爷吧。但旭凤却在其中点点沦陷。锦觅对于情爱也并非没有半点反应，他对旭凤的情谊一点点加深，就会听到霜花碎裂的声音。在天界，锦觅认识了老大不小却黑发童颜的红狐狸月老，温润如玉的美男于润玉，更结识了心狠手辣的天后。天后是旭凤的生母，但两个人的性格相去甚远。天后对锦觅的怨怼，在锦觅身份被揭露后更甚。锦觅原来是水神和花神的女儿，当年天帝被花神的美貌倾倒，险些要因为她而废了天后。即便最终花神被天后害死，天后心中仍对她的女儿记恨，甚至想了坏主意，让锦觅下凡做凡人历练，企图在人间让她神魂俱灭，在世间永远消失。却不巧旭凤也跟着一起轮回，在凡间两个人的感情不减反增。但回到天界，两个人又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，水神和天帝之间有约定，如果水神将来生了女儿，要结为亲家，也就是说锦觅要和润玉成为夫妻，和旭凤只能成为叔嫂。水神本来打算去取消这个约定，但润玉故意利用锦觅不懂感情，引导他说出喜欢自己的话给水神听。水神以为两人两情相悦，不了了之。可锦觅和旭凤已经双修，有了实质的关系，并护送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。这是春华秋实，你把它放在你的心口，用灵力催动，便可以画出整个春花秋实的美景。朝春暮秋，可以延续1日呢。为什么只有春花秋实？我还想要你的夏至冬雪呢。画蛇添足，你是火神，便是夏日赤阳，而我呢，便是冬日霜雪啦。如此，正是4季都齐全了。锦觅的允丹经过凡间的经历，几乎要冲破桎梏，打算去退婚。水神以为锦觅是小孩心性，没有答应，